下，回到洒满阳光的海面。这一次，换我来回应你的呼唤吧。或许有一点我们时常会忘记，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玩具箱里面需要人来拯救的女孩了。希尔还是那个希尔，她说话的时候柔柔弱弱，当你跟她对话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慢语轻言，好像怕吓走一只蝴蝶。但当身临险境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相信希尔能够独当一面，因为在她柔弱的外表下埋着一颗坚强的种子。这枚种子是在他突破量子海屏障的时候就已经埋下。那个被姐姐们保护着的希尔，也逐渐成长为可靠有担当的女孩。当这个女孩成为故事的主角，当所有的同伴，包括那个一直与她形影不离的希尔，也不在身边的时候，当她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她将如何去呈现这种变化？一开始真的觉得这是道送分题啊，所有人都觉得希尔会经历重重困难，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死之律者啊，而且希尔的武器又恰好是象征死神的镰刀啊，大家都说这次 IP 同学怎么这么仁慈，能做的东西太多了。结果真的坐下来开始聊设计思路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这次想要在希尔身上表达的东西跟死，不能说有点不同，只能说是毫无关系。试想一下，如果同时拥有凋零、创生两种能力，我们的希尔他会选择哪一种呢？我觉得以他的智慧和善良，他肯定会选择生命，他会选择成为一名治愈者。凋零与创生，我会引导这份力量。你知道那种可以自己风干的花吗？枯萎之后，它依然会有淡淡的香味，不会直接腐烂，就好像它在用这种方式宣告自己更加永恒的美一样。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脆弱，但它又比任何东西都要坚韧。就像是被山火烧过的地方，到了夏天也会开满野花。这种生命力就像希尔一样，有它在我们身边，你会感觉一切的忧虑和痛苦都能被治愈。就这样，我们开始描绘一名穿行在死和生之间的那种懵懂少女吧。然后她微微发红的那个眼眶和指尖啊，都显露出她有种少女感。然后手上握的巨大镰刀和她又有种强烈的反差感。画的时候我就在想，她行走在密林里，然后给迷路的行人指引方向。花叶和藤蔓也被她吸引，为她编织出一件新的衣裳。在我们的想象中，有万物生灵追随的希尔最适合表达生命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决定以角色与召唤物联携战斗的概念作为角色的核心玩法。希尔兼备输出和辅助的能力，我们之前也做过几个类似定位的角色，不过这次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明确角色玩法与战斗作用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决定将这两个状态完全拆分开来。分别对应输出和辅助的能力。在进入战斗前，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先行决定希尔以哪种形态出场。当然，我们也保留了在局内切换形态的方式，这样在后续的玩法拓展和队伍构筑策略上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必杀也是两个咯。必杀也是两个，因为它是完全分开了，它两种模式。等于说希尔就是做两套角色，对吧？当听到这个希尔有双倍工作量的时候，真的是头皮发麻。
真的希望有另外一个我来给我拜托一下。但是确实，这样拆开来，不管是理解上面还是上手，都会更加容易一些。这样想想，就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起来。如果需要生的协助，希儿就会以长发长裙的姿态现身，用手中运有创生力量的法器远远施压，与灵鹿配合，远近协力击退敌人。魂灵的奔流，跃动不息。当你需要他正面制敌的时候，希儿会展现出他始生之律者的魄力，他的发梢和裙摆都会凋零成镰刀的一部分。生命的之腕在此求解。你看那个胆小、爱哭鼻子的那个希尔，已经不见了。细数他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的点点滴滴和表情变化。即使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他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可爱又文静的希尔。好像就在不经意间，昨天还是2只手都拿不稳自己的镰刀，打架踉踉跄跄出招的希尔，现在已经可以单手从容地握住自己的武器，刀锋挥舞出漂亮的弧线。看着这样的他，会忍不住想，希儿真的是长大了。海中的魂灵，请聆听生命的旋律。死去的枯枝上也能绽放出花朵，看似冲突的力量也能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生不息。凋零，只为更好的盛开。手持锋利的巨镰，刀锋向下，却播种了花朵，为世界创造了童话般的未来。希尔用他自己温柔的方式诠释了死与生。即使有了律者的力量，她依然是那个纯真温柔的女孩，是我们的希尔。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也即将见证希尔的结局。希望这一次，这位沉入深海的少女，能够化作泡沫，从海中冉冉升起。我会尽力守护所有的生命。现在的我，可以保护好大家。别怕，希尔，一切都不会改变的。即便我不在你身边。